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其实不太会等待。我总觉得人生应该要很快，快一点成功，快一点遇见对的人，快一点让生活变好。仿佛只要慢了一点，就会被世界抛在后面。所以我习惯焦虑，习惯计算时间，习惯在每一段沉默里怀疑自己。为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？为什么努力还没有结果？为什么未来看起来仍然那么遥远？那时候的我以为，等待是一种停滞，是一种无力，是一种被动，甚至是一种失败。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明白，真正的等待其实是一种很深的力量。自然界里的一切几乎都需要时间。种子埋进土壤，不是立刻发芽；河流雕刻山谷，不是一瞬之间；季节转换也从来不是一夜完成。生命的节奏一直都是缓慢而精准的。而人之所以会焦虑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希望用自己的节奏去要求世界，但世界有自己的时间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处在长期焦虑的状态时，大脑会过度启动威胁系统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们会更容易看见风险，却很难看见机会。我们会急着做决定，却忽略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。所以有时候，等待其实是一种重新校准。当你愿意慢下来，你的大脑会重新恢复平衡，你的视野会变得更宽，你的判断也会变得更清晰。很多事情也就在这样的时候出现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种状态，叫做允许。那是一种不再用力抓住未来，而是愿意让事情自然靠近的状态。当你太急着得到，你的内在其实充满匮乏，而匮乏会让能量变得紧绷。但当你学会等待，你的内在会慢慢松开。你开始相信，该来的事情会来。你开始明白，有些事情之所以还没发生，只是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。这样的心境看起来像是安静，但其实是一种很稳定的力量。因为当你不再急着追赶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时间其实一直在帮你。很多事情需要在你准备好的时候才会出现。有些关系需要在你学会爱自己之后才会靠近。有些机会需要在你累积足够能力之后才会降临。如果太早得到，反而可能承受不了。所以人生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在等待，其实是在成长。神经科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延迟满足，那些能够耐心等待的人，往往更能够建立长期的幸福。因为等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在过程中持续累积经验，累积智慧，累积对自己的理解。当这些东西慢慢堆叠起来，你的人生就会变得稳固。而当机会真正出现时，你就有能力接住它。很多人会在时间的沉默里失去信心，以为世界没有回应。但其实有些回应正在路上，只是他们需要刚刚好的节奏。就像黎明不会提前，春天也不会匆忙。宇宙的每一个安排都有自己的时间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处在某种等待之中，也许是在等待答案，也许是在等待机会，也许是在等待某个改变，请不要急着怀疑人生。也许这段时间正是在替未来铺路，也许那些看起来安静的日子，其实正在替你整理方向。当你愿意在等待里保持信任，时间就会慢慢站在你这边。它会替你过滤不适合的事情，替你留下真正属于你的机会。而当那一天到来，你回头看这段等待的日子时，
会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：原来所有看似缓慢的时光，其实都在悄悄地把你带向刚刚好的未来。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某一个结果，努力工作是为了某一天能够成功，认真生活是为了某一天能够幸福。好像所有的今天都只是通往明天的桥。于是我习惯看着远方，习惯计算距离，习惯在每一次努力之后问自己，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成果。那样的日子其实很紧绷，因为如果结果还没有出现，就很容易觉得自己还不够好。如果事情没有按照想象发展，就会开始怀疑方向。生活变成一场追逐，而我好像一直在追赶。直到某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：如果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过程里，那为什么我们总是忽略过程？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去追求某个终点，却很少停下来感受脚下的路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心流状态。当一个人真正投入一件事情时，注意力会完全专注在当下，时间的感觉会变得模糊，内心会产生一种自然的满足。那是一种不需要外在奖励的快乐，因为过程本身就已经带来意义。很多人以为幸福是完成某件事情之后才会出现，但其实幸福常常藏在过程里。在专注的时候，在创造的时候，在慢慢成长的时候，那些看似普通的时刻，其实正是生命最真实的部分。吸引力法则常常提到一种状态，叫做与频率对齐。当你太执着于结果，内心很容易产生匮乏。你会一直提醒自己，现在还没有，还不够，还差一点。但当你开始享受过程，能量就会改变。你不再只看着未来，而是开始活在现在。你会发现自己更有创意，更有耐心，也更愿意尝试新的可能。而这样的状态反而更容易带来好的结果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处在愉悦且专注的状态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与内啡肽。这些化学物质会提升学习能力，增加创造力，也会让人更有动力持续行动。换句话说，当你享受过程时，你其实正在创造更好的结果。但这个结果不再是压力，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事情。就像一棵树在成长时，它并不焦急地等待果实，它只是专心地吸收阳光，吸收水分，慢慢地长高。当季节到来，果实自然就会出现。人生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只盯着果实，很容易忽略成长。但如果你愿意投入成长，果实就会成为附带的礼物。我后来慢慢学会一件事情：做一件事情时，先去感受它本身的意义，去感受学习的过程，去感受创造的过程，去感受与世界互动的过程。当你开始这样生活，时间会变得柔软。每一天不再只是等待某个未来，而是本身就充满价值。你会在细小的进步里感到喜悦，在专注的片刻里感到平静。而这些感受其实就是幸福的形状。有趣的是，当你不再那么执着于结果时，结果反而更容易出现。因为你的行动变得稳定，你的心态变得开放，你的能量也变得轻盈。宇宙似乎总是喜欢这样的状态，不焦虑，不勉强，只是持续前进。于是某一天，你可能会忽然发现，那些曾经努力的事情已经慢慢开花，那些曾经期待的成果也悄悄出现在生活里。但那时候的你已经不再只为了结果而活，你会微笑地看着那些成果，心里明白，
它们只是旅程里的一部分。真正让人生变得丰富的，从来不是某一个终点，而是那些你全心投入的过程。当你开始享受这段旅程，每一步都会变得有意义，而结果就会像一份自然到来的礼物，静静地落在你的生命里，成为那段过程最温柔的附加价值。人生会出现一些让人困惑的时刻，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生，努力似乎没有得到回应，某些关系忽然改变，某些机会突然消失。于是我们开始不停地问自己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事情要用这样的方式发生？问题一个接着一个，像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在心里不断扩散。表面上我们是在寻找答案，但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陷入一种停不下来的思绪。大脑很喜欢寻找原因，这是一种本能，因为理解世界可以带来安全感。所以当事情不符合预期时，大脑就会不停地分析，不停地推测。但有趣的是，当思考过度时，反而会让答案变得更远。心理学里有一个现象，叫做反刍思考。那是一种反复咀嚼问题的状态，我们不断回顾过去，不断假设不同的可能。如果当时我做了别的选择，如果事情没有那样发生，如果某一句话没有说出口，这些思考看起来像是在寻找理解，但很多时候，它只是让情绪停留在原地，就像站在迷雾之中，不停地原地打转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也很习惯这样问自己，为什么有些事情那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努力有时候没有回报？为什么某些离开来的那么突然？那些问题看起来很重要，但越问，内心反而越疲惫。直到某一天，我开始学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有些问题不需要立刻得到答案。当你暂时放下追问，世界反而会慢慢变得清晰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我们停止过度思考，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会开始整理资讯。那些原本混乱的记忆会在安静中重新排列，新的理解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浮现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，当你不再执着于答案，答案反而会自己出现。可能是在某个平静的早晨，可能是在散步的路上，可能是在某个突然放松的瞬间，你忽然明白了某件事情。原来那段经历其实在提醒你某个方向，原来那次失去其实替未来腾出了空间，原来那个看似混乱的阶段其实是在重新排列人生。吸引力法则里有一个很温柔的观点，当你过度追问为什么，其实是在与过去纠缠，但当你愿意把注意力放回现在，能量就会重新流动。你开始把心力放在生活本身，放在当下的每一步。而当能量重新流动，很多事情就会慢慢对齐。答案不是被你抓住的，而是被你看见的。有些答案需要时间沉淀，有些答案需要距离才能理解。就像一幅画，当你靠得太近时，只会看到凌乱的笔触，但当你后退几步，整个画面就会慢慢清晰。人生也是如此，很多事情在发生的当下看起来没有意义，但当时间拉长，你回头看时，就会发现那些片段其实彼此相连。有些转弯其实是保护，有些延迟其实是准备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卡在某个问题里，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，不停地试图理解每一个细节，请试着让自己休息一下，暂时把问题放下，去过生活，去感受时间，让事情慢慢沉淀。
当你停止追问，内心会慢慢安静，而在那片安静之中，一些新的理解会悄悄浮现。你会开始看见更大的画面，开始明白那些曾经困惑的片段。然后有一天，当你再回头看这段时间时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原来很多答案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当时的你太急着寻找。而当你终于学会放下追问，那些答案便自然地浮现在你的生命里。我很害怕困难，只要事情变得复杂，只要生活出现阻碍，内心就会立刻出现一种紧绷的感觉，好像困难是一种讯号，在提醒我自己走错了路。我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人生其实不那么适合我？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当事情不顺利时，很容易把困难当成否定，好像世界正在告诉你，你不够准备好，你不够强大，你不应该走向那个方向。但后来我慢慢发现，困难其实不是阻挡，它更像是一种雕刻。就像河流经过岩石时，不是被阻止，而是在慢慢改变形状。心理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做成长型心态。当一个人相信能力是可以被培养的，他看待困难的方式就会完全不同。困难不再是一种失败，而是一个讯号。它在提醒你，有新的能力正在被唤醒。神经科学研究发现，当我们面对挑战时，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神经连结。那些原本不熟悉的事情会逐渐变得自然。那些曾经觉得困难的技能会慢慢变成能力的一部分。这就是大脑的可塑性。每一次挑战其实都在重新塑造你，只是当下的我们很少能够立刻看见这个过程，因为成长通常发生得很安静，它不像烟火一样耀眼，更像种子在土壤里慢慢发芽。你可能只感觉到压力，感觉到不确定，感觉到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，但其实在那段时间里，你的能力正在扩展。吸引力法则常常强调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你关注的地方，能量就会流向哪里。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困难本身，困难就会变得巨大。但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成长，那些困难就会慢慢转变。它们会变成练习，变成经验，变成一种养分。就像植物一样，土壤里不只有清水与阳光，也有腐叶，也有曾经枯萎的生命。但正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，才让土壤变得肥沃。人生的困难也是如此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痛苦的经历，其实正在丰富你的内在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挫败的时刻，其实正在训练你的韧性。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得更远，就会发现一件很温柔的事情。很多现在让你骄傲的能力，其实都是从困难里长出来的。曾经不敢开口的你，因为一次又一次练习，慢慢学会表达。曾经容易退缩的你，因为一次又一次尝试，慢慢变得勇敢。那些改变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在很多看似不顺利的日子里累积。当你专注于成长，你就不再害怕困难，因为你知道，每一次挑战都在扩大你的世界。你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问题，不是问自己为什么事情这么难，而是问自己这件事情正在教会我什么。当你的问题改变，你的能量也会改变。内心不再只是抗拒，而是开始好奇。你会愿意多尝试一次，愿意多学习一点，愿意多走一步。而这些小小的前进，就会慢慢累积成巨大的变化。
宇宙其实很喜欢这样的过程。当一个人愿意在困难中成长，他的能量会变得稳定。这种稳定会吸引新的机会，也会让更多可能靠近。于是某一天，当你回头看过去的自己时，会突然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那些曾经让你觉得难以承受的困难，其实早就变成你的一部分。它们不再是阻碍，而是支撑。就像土壤深处的养分，安静地滋养着你的成长。而当你持续专注在成长这条路上，人生里的每一次困难都会慢慢转化，从阻碍变成力量，从压力变成养分，然后在时间的深处，悄悄地让你长成一个比想象中更强大的自己。有些时候，人生会出现一段很安静的时期，没有明显的突破，没有特别的改变，甚至连期待的事情也迟迟没有出现。你还在努力，还在生活，还在一步一步往前走，但某个角落里，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还没有发生？为什么好像一直在等待？等待机会，等待答案，等待某个让生活变得不同的时刻。那样的日子看起来很平静，却也带着一点不安。因为人总是习惯用结果来衡量时间。如果事情没有发生，就会觉得自己停在原地；如果机会还没有到来，就会怀疑是不是方向错了。但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件事情，很多等待其实并不是空白，它更像是一种酝酿，就像酿酒一样。当葡萄被放进桶里，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芒，甚至没有任何变化的痕迹。但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时间正在工作，微小的变化正在进行，味道正在慢慢转化，一切都在悄悄成型。人生的某些等待，其实也是如此。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延迟成长。有些能力，有些理解，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。当下看起来没有进展，但其实内在正在重组。你的思考正在成熟，你的价值观正在清晰，你的内心也在变得稳定。而这些变化往往比表面的成果更重要。吸引力法则也常常提醒我们，宇宙并不是在拖延你的愿望，很多时候它只是让事情在刚刚好的时间发生。如果太早得到，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；如果太早相遇，彼此可能还没有成长到能够理解对方。所以有些等待其实是在替未来调整节奏。这样的等待看起来很慢，但它其实很精准。就像一棵树在冬天看起来没有动静，但在地底下，根正在悄悄延伸。当春天来临时，枝叶才会突然冒出来。那一刻看起来像奇迹，但其实是整个冬天的准备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有些看似突然出现的机会，其实是长时间累积的结果。有些看似命运般的相遇，其实是两个人各自走了很长的路。当一切准备好时，他们才会交汇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处在一段等待里，也许事情还没有突破，也许梦想还没有实现，也许未来仍然模糊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这段时间也许正是在替更大的事情铺路。那些你正在累积的经验，那些你正在学会的理解，那些你正在建立的内在力量，都在替未来的某个时刻准备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人的成长常常不是线性的，有时候会经历一段看似停滞的阶段，但当内在结构重新整理完成时，变化就会突然加速。就像竹子一样，
在最初的几年里，他几乎看不见高度的成长，但当根系完全建立后，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长高。人生的很多突破也是如此，那些看起来突然发生的改变，其实早就在时间里酝酿。所以当你再次感到等待的时候，请试着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段时间，不是把它当成停滞，而是当成准备；不是把它当成空白，而是当成酿造。在这段看似安静的日子里，宇宙其实没有停止工作。时间正在帮你整理路径，生活正在替你累积力量。而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，当那份机会、那段关系、那个改变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你会忽然明白，原来所有的等待从来都不是突然，它们只是让礼物在时间里慢慢成熟，直到刚刚好的那一刻，才温柔地落在你的生命里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人生的关键是速度，越快成功越好，越快得到答案越好，越快走到想去的地方越好。于是我习惯让自己很忙，习惯不停地往前跑，每天都在计划，每天都在努力，每天都在想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表面上看起来很充实，好像一直在前进，但内心深处却常常感到疲惫。因为当一个人总是在加速，很容易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。有些方向变得模糊，有些感受被忽略，有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匆忙里悄悄被放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完成了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我开始让自己慢一点，慢慢吃一顿饭，慢慢走一段路，慢慢感受一天的光线与空气。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时刻，却让内心慢慢安静下来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当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与匆忙之中时，大脑会持续启动压力系统。在这样的状态里，我们会变得更急躁，更容易焦虑，也更难做出清晰的决定。但当你愿意慢下来，身体与大脑会逐渐恢复平衡，呼吸变得深一点，思绪变得清楚一点，注意力也开始回到当下。那时候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其实不需要那么急。有些答案需要时间浮现，有些机会需要空间出现。如果一直匆忙地往前跑，反而可能错过它们。吸引力法则里常说，当一个人的能量处在平静与信任之中，事情反而更容易对齐。因为在那样的状态里，你不再是焦虑地抓住未来，而是允许生活自然流动。当内在开始松开，外在的节奏也会改变。你会更容易看见新的方向，更容易感受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选择。那些原本混乱的事情会慢慢变得清晰。很多人以为慢下来是一种落后，但其实慢下来常常是一种重新调整。就像弓箭一样，当弓弦被拉开时，看起来是在往后退，但正是那个退后的动作，才让箭有力量向前飞。人生有时候也是如此，当你愿意慢下来，其实是在重新聚集力量，重新理解自己，重新看见真正重要的方向。而当方向变得清晰，前进就会变得更快。神经科学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当人处在放松而专注的状态时，大脑的创造力与洞察力会显著提升。很多灵感，很多突破，往往出现在放松的时刻，不是在拼命思考的时候，而是在散步、发呆或静静坐着的时候。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。当你停止过度用力，智慧反而会出现。当你停止焦急的追赶，
机会反而会靠近。于是有一天，你可能会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：当你不再那么匆忙，生活反而开始变得顺畅。一些原本卡住的事情开始流动，一些原本模糊的方向开始清晰。你会遇见刚刚好的人，走进刚刚好的机会，在刚刚好的时刻做出决定。一切看起来像是突然加速，但其实那只是因为你终于找回自己的节奏。当内心不再慌乱，脚步就会变得稳定，而稳定的脚步往往比匆忙的奔跑走得更远。所以如果现在的你正感到疲惫，正觉得人生的节奏太快，请允许自己慢一点，慢一点呼吸，慢一点思考，慢一点走过每一天。在那份慢里，你会重新听见自己的声音，也会重新看见生活真正的方向。然后某一天，当你再次抬头往前走时，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。原来当你愿意慢下来，生命早已在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你加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